一手带大混世魔王萌兰，化身女儿奴帮花花打架。小福碗被游客恶意泼水，立刻去安慰。熊猫守护者发姑奶爸有多让人羡慕？60多斤啊！你也晓得你60多斤了。哎，胖儿，胖儿。视频中60多斤的胖娃就是西直门3太子萌兰，而和萌兰无障碍对话的饲养员就是一手把她带大的发姑奶爸。萌兰是发姑奶爸照顾的第一批幼崽，因此他对萌兰有着特殊的感情。在萌兰去北京动物园之前，最黏的人就是发姑奶爸。当奶爸抱别的熊猫时，萌兰就会吃醋抱着奶爸的大腿不放。每次收猫时，近100斤的萌兰还要奶爸抱抱才肯回家。但小萌兰长大后也逐渐开始懂事，甚至还会帮着奶爸收猫。当一天营业结束后，熊猫思念却在树上挂着不愿下来，奶爸在树下喊的嗓子都冒烟了，心疼奶爸的直接爬上树把弟弟薅下来。这听话又聪明的小熊精收获了整个熊猫基地奶爸奶妈们的喜爱。毕竟收猫是饲养员们一天中最费劲的工作，不是被一堆猫围攻，就是拒不配合回家。一身反骨的熊猫宝宝听到奶爸的呼唤，就爬上高高的树枝，奶爸只好也爬上去，连哄带拽的回家。每天收猫更是一场持久拉锯战。不过有了萌兰的帮助，奶爸奶妈们收猫就省劲多了。发姑奶爸第一次接触熊猫幼崽，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萌兰身上。我的整个生活应该说都被萌兰给填满了。手机里的相册清一色全是萌兰的照片，因此在萌兰被安排前往北京动物园之前，奶爸陪着她玩了一整天，眼里满是不舍。走的那天，奶爸干脆请假不去上班，就是不想亲眼看着萌兰离开。只有太多的情谊在，也有太多的思念在。虽然傻儿子现在身在北京，然后我在成都这边，我反正也随时随地的都还是在关注着他。反正我也希望他在北京过得好好的，健健康康的。当然我更希望他能够有他的下一代，然后我就可以当爷爷了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才恍然大悟，怪不得萌兰整天想着越狱，或许就是因为发姑奶爸没去送他，导致他一直觉得自己是被拐卖到动物园打黑工的，所以才总是想着逃出去。当然除了萌兰这个好大儿，顶流女明星花花也是发姑奶爸的心头爱。花花和弟弟荷叶一起过生日时，发姑奶爸会精心给他们做生日蛋糕，还会亲自喂给花花吃。而看到花花被荷叶欺负时，发姑奶爸为给女儿出气，亲自抱着花花去找弟弟打架，连游客都忍不住调侃发姑奶爸是个女儿奴。刚刚荷花被荷叶欺负了一下，奶爸直接抱着荷花去打荷叶了。宠女儿太宠了这。对待下半身先天残疾的小福碗，发姑奶爸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。福碗被游客恶意泼水，吓得躲在角落，奶爸第一时间上前安抚。经过1周的观察休息，小福碗也终于出来营业。经过奶爸开导的福碗也变得更加活泼开朗。如此温柔的发姑奶爸，难怪能赢得那么多熊猫的喜爱。相亲现场堪比武打大片，熊猫直起来连月老都没辙。熊猫界的钢铁直男武刚究竟有多奇葩？武刚是卧龙大熊猫繁殖基地的校草，他的美貌令不少女熊猫垂涎。只要武刚在园子里逛一圈，就能引得无数女熊猫动，但他却是个名副其实的钢铁直男。当别的大熊猫都在想着找媳妇传宗接代时，武刚却不走寻常路，一心只顾着吃。而一只叫菲菲的母熊猫偏偏不信这个邪，对武刚简直是情有独钟，不是急得满地打滚，就是在武刚面前来回跳舞。饲养员寻思着要不给他俩相个亲，正好菲菲正处于发情期，谁曾想武刚这憨憨只顾着干饭，气得菲菲直接跟他扭打在一起，随后用一个嘴巴子结束了这场相亲。但饲养员们觉得武刚只是性格直了些，还是要给2只熊制造洞房花烛的机会。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饲养员将武刚抬进了菲菲的房间。本来是水到渠成的事，可武刚愣是把相亲现场弄成了武打片。无奈饲养员只能把海王鲁鲁找来，亲自给武刚示范如何俘获女熊猫的方型。鲁鲁不愧是情场高手，3下5除2就把事办了，再次喜当爹。但饲养员们却不大高兴，因为整个熊猫基地大多都是鲁鲁的后代，为了熊猫种族的多样性，他们还是想要武刚这样纯情少男的基因，于是便立马安排卧龙基地校花诗诗出场。作为基地最漂亮的母熊猫，诗诗一声叫，全基地的公熊猫都会变得躁动起来。可是武刚见到诗诗以后，不是给人做马杀鸡，就是按着大美女的头猛捶，直接把诗诗给整懵了。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样的愣头青，这次连饲养员都看不下去了，直接给武刚个苹果，让他吃了赶紧滚蛋。不过饲养员依旧不放弃，又给武刚介绍了个野生大熊猫。结果武刚对恋爱依旧不感兴趣，拖拖拉拉不办正事，只顾着吃竹子，把母熊猫弄得格外心烦，上去就要打武刚。饲养员彻底拿武刚这个直男癌没办法，最后只能对他进行人工干预，强制进行人工繁育，只希望武刚这个大直男早日遇到自己心仪的另一半吧。他是史上战斗力最强的熊猫胡子，不仅能揍扁金钱豹，一巴掌拍碎豺狼脊梁骨，同类更是被他咬得退掉一层皮。号称秦岭熊猫界霸主的胡子，巅峰时期的战斗力到底有多猛？
作为世界上第一只出生就被跟踪记录的大熊猫，胡子是母亲娇娇生下的第一个幼崽。由于很早就开始独立生活，胡子从小就养成倔强的性格。他相信自己迟早有一天会成为秦岭名副其实的霸主。但胡子3岁时还是个横冲直撞的毛头小子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到处标记地盘，因此触怒了6岁半的大熊猫老詹。忍无可忍的老詹冲上去就把胡子一顿胖揍，最后幼小的胡子惨败，委屈巴巴地躲在树缝里。谁知祸不单行，受伤的胡子又遇到成群的豺狼围攻，结果可想而知，胡子被咬得只剩半条命。好在遇到潘文石教授一行人相救，老爷子二话不说抄起拐棍就赶走豺狼。后来重伤的胡子被研究人员带回基地休养，谁知在外面逍遥惯了的胡子坚决不肯被圈养，整天在基地抑郁发疯，工作人员没办法，只能把他放归山林。而王者归来的胡子彻底走上复仇之路，在之后的日子里，他不断地和外来大熊猫打擂台，逐渐成为擂台上的常胜将军。而胡子最爱欺负的当属金钱豹，或许是嫉妒对方穿着一身花衣裳而他没有，于是只要遇上金钱豹就不分青红皂白直接开走。同时他也在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地，甚至把妈妈娇娇和妹妹的活动范围划分到自己保护的地盘，逐渐承担起家族长子保卫家园的责任。6岁的胡子已经十分强壮，此时也是他战斗力的巅峰，而他首先面临的就是对大熊猫老詹的复仇。一天，胡子狠狠把老詹推下山，骑到他身上就狠狠撕咬对方的背部，直到老詹彻底臣服才善罢甘休。后来浑身皮开肉绽的老詹被研究人员救出，养好伤之后才重新放归野外。7岁时，胡子再次遇到曾经欺负过他的那4只豺，瞬间如一阵旋风般杀了过去，一掌就拍碎仇人的脊梁骨，实力相差之悬殊，简直犹如一场屠杀。而发情期的胡子则更加暴躁，有次一只黑熊误入他的领地，他也不管3七21，上去就给人一顿胖揍，打得对方连连败退，吓得逃之夭夭。遇到仰慕他的母熊猫勾引，胡子也完全不为所动，甚至最后被对方逼急了，直接把人胖揍一顿。之后胡子去外地寻找心动对象，3下5除2就把事办了。从此胡子就拥有了自己的后代，作为食物链顶端的存在，壮年时期的胡子完全可以称得上秦岭熊猫界的霸主。但令人唏嘘的是，2006年已经步入暮年的胡子再次被研究人员发现时，他的左耳只剩下一半，之前引以为傲的地盘也被其他年轻熊猫占领。经过常年打斗，胡子浑身上下伤痕累累，最后于2012年倒在了他曾为之战斗过的家园中。不过作为第一只从出生就被记录的野生大熊猫，胡子能够生在野外死在野外，也算是一种圆满。飞云玩捉迷藏也要卖萌宠粉，温柔懂事的冯猫猫究竟有多治愈人心？只见萌妹跑到小角落玩起来藏猫猫，宝贝还不忘吐舌头哄粉丝开心。终于明白飞云为什么如此受欢迎了，毕竟如此治愈可爱的萌妹谁能不爱？别家小熊在院子里挖煤采矿，而大美云却是优雅的上楼梯眺望远方。作为熊猫圈的颜值扛把子，还有偶像包袱，飞云每打喷嚏都要四处张望，生怕被游客拍下黑照。可宝贝的动作却迷似一大群两脚兽。而飞云在优雅美丽的同时，懂事听话的性格才是必杀技。当奶妈将窝窝头放在飞云脑壳上时，宝贝不知道对方在逗自己，一向听话的他就一动不动的乖乖顶着，直到奶妈开口，萌妹才主动拿下来窝窝头。即便是全体滚滚们抗议的驱虫药，飞云看到奶妈亲手投喂也会乖乖吃下，从没见过哪家小熊猫吃个药也能吧唧。这天奶爸隔着玻璃窗给闺女投喂竹笋，换做其他小熊早就去抢，可飞云的注意力却不在食物上，而是用饱含爱意的小眼神盯着对方看。宝贝看到奶爸主动凑近自己，宁愿放下手里的竹笋也要过去贴贴。当奶爸拿着果果投喂大美云时，萌妹看到一大盆美食后一点也不着急，还一副乖宝宝的样子安静坐着，即便听到对方教育自己不要弄掉食物，那个腰别弄掉了啊，别弄掉了。飞云也不生气，还点头表示会牢记奶爸的嘱咐。就连宝贝在外场上班还没玩够的时候，听到奶爸的一声呼喊后会头也不回的赶来，他生怕对方着急，即便走到门口也要加快步伐。看来大美云真的比我们想的还要懂事。然而飞云偶尔也会有拆家的想法，可这小妞还没开始撕扯棚子，就因为奶爸的一声呼喊浇灭导弹的火苗。宝贝还满脸笑意望着对方，内心 OS 不要着急嘛，我就上来视察一下。飞云温柔以待的可不只是奶爸奶妈，他在粉丝面前也是温柔懂事的乖宝宝一枚。萌妹看到外面熙熙攘攘的人群，还一个劲扭头卖萌变换着姿势营业，生怕自己照顾不到每一个角度的两脚兽。即便宝贝在大口吃着竹子，也时不时的举起小爪爪和姨们打招呼。已经进入梦乡的他，也会因为游客而一秒睁眼继续营业，还含情脉脉地盯着两脚兽。谁能不被大美云的小眼神沦陷呢？飞云简直就是熊猫圈最完美的小熊，懂事的孩子永远值得所有人的喜欢。遭熊猫咬伤，全身换血，醒来却笑眯眯看着凶手。